年近80，只是喝了一碗驻颜汤，第二天就面容犹如18。这个富婆叫陈红，年老色衰，没能留住丈夫，被年轻的女人勾走了，但是却留下了数不清的钱。陈红每天都在想尽办法美容和补品，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容颜，也更中意去那种养生馆，让年轻的小伙子给她提供服务。就比如面前这个小伙子，心里骂着老妖婆，嘴上却说着美女真年轻。听着年轻小伙子的赞叹，让他心里很是满足。让他更满足的是，这家养生馆有富婆3件套，为首的自然是富婆快乐球。可这些物质的东西难以掩饰他心中的空虚，让他绝望的是，那些护肤品和美容都无法保住容颜，心里变得有些扭曲。一次听闺蜜说食疗驻颜的方法，喝了凤仪的汤就会变得年轻。在她的一再劝说下，陈红决定去试试。两人来到一栋破旧的老小区，这不免让她心中起疑。看出陈红的担忧，闺蜜解释凤仪每星期只煲1次汤，而且要价很贵，再加上凤仪为人古怪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喝到她的汤。当两人敲开凤仪家的门，出现的是一个比陈红更加苍老的女人，让她断定驻颜汤是骗人的。可碍于闺蜜的面子，也只好跟着进了屋。凤仪打声招呼，就去城市先煲好的汤。闺蜜却说凤仪已经有100多岁了，这让陈红不敢相信。可在凤仪家也不好反驳什么。这时就闻到一阵肉香味，凤仪端着一盆汤走了出来，散发着浓郁的肉香，让陈红闻到香味就不停地咽口水。她仔细打量一下，并没有看出具体是什么肉煲的汤。闺蜜看她迟疑，就催促赶紧吃。陈红最终没能抵挡那肉香，肉质很是鲜美，汤汁很是浓郁，一盆汤几分钟就被两人炫没了。在凤仪那里喝了一段时间，让陈红打破了怀疑，自己果然变得年轻，显得更加有活力，去喝汤的次数也更加频繁。但是却带来唯一的副作用，睡眠随着喝汤的次数增加越来越差，时常会梦到数不清的小鬼爬到床上，用力的撕扯她的皮肤，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撕扯带来的疼痛，身体却做不出任何反抗，每次都是被噩梦惊醒。这让陈红怀疑噩梦和凤仪的驻颜汤有关，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报道的新闻，而新闻正和凤仪有关，是当地一家妇产医院有护士将一些本该销毁的东西私自出售，受到了惩罚，而向护士购买的人正是凤仪。但是凤仪早已人去楼空，如同人间蒸发一般，这让陈红明白了凤仪的驻颜汤原材料是什么。为了证实，陈红给闺蜜打去电话找凤仪，但凤仪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对于她来说，这是个致命的打击，她已经离不开凤仪煲的汤，也曾经偷偷潜到凤仪的家，看凤仪有没有回来，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没有喝汤的情况下，身体有了巨大的变化。陈红开始疯了一样散步寻人启事，就是要把凤仪找出来，而目的就是在喝到她煲的驻颜汤。陈红已经不在乎驻颜汤是什么做成的了。男人遭到仙人跳，对方不索要钱财，只是要打断男人的第3条腿。李中平在村子是个狗见了都嫌的人，整天游手好闲。这天听到村里大爷说，在山上大坟里住着一只红色狐狸，一身火红的上等狐皮值不少钱。李中平立刻动身，就找到了山上的大坟，就藏在树后，想看看大坟里是不是真的有狐狸。一直等到太阳下山，就见大坟里钻出一只红色狐狸，周身火红。李中平看得口水直流。第二天，李中平就在周围下了套子，一等就是好几天。就在要打盹时，被一阵挣扎声吵醒了，循声望去，就见那只大狐狸正在苦苦挣扎，马上就要被挣脱。李中平怕到嘴的肉飞走，抡起棍子就砸了下去，正好砸在狐狸的腿上。狐狸惨叫一声，拖着断腿就爬回了洞里。李中平往洞里看，已经没了踪影，气得直拍大腿。可回到家之后，越想越气，又扛着棍子往山上走，一定要带到狐狸。可就在半山腰，就发现一间亮着光的屋子。出于好奇，李中平就凑了上去，听到屋里有撩水的声音，屏息往上一看，顿时就觉得一股能量往上冲。一个妙龄女子正在沐浴，女人发现李中平偷看，不仅不怒，又邀请李中平一起洗，这让单身30年的他哪能顶得了，就鬼迷心窍迈进了屋。可还没上手，就被几个手持木棍的大汉打断了，说他私闯民宅，调戏妇女，绑了起来。李中平先是解释，可几人根本不听，一定要给他个教训，一棍子就砸在腿上。李中平痛得当场就昏了过去，一直等到村民发现，才把他送回家。老人都说他得罪了狐仙，李中平不甘心，就拄着拐杖来到他偷看女人洗澡的地方，只有几只大小的狐狸，看到李中平就窜进了林子。俗话说，1000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如果一只王八可以活到1000年，那便是招惹不得的。李中平把千年王八做成了一桌子美味，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老刘平时闲暇会去下网捞鱼贴补家用，这天他拉上来一只王八，想着能卖一个好价钱。走到超市门口时，被眼尖的李中平叫住了。这么大的甲鱼还是第一次见，都知道甲鱼大补，旁边的几个朋友就凑钱买了。几个人拿着甲鱼就到村里的饭店，让厨子吴胖子加工一下。他也杀过甲鱼，可从没见过这么大的，多少有些下不了手。尤其是甲鱼眼角流着泪，就让徒弟拿来一条毛巾，在甲鱼眼前一晃，甲鱼一口就咬死了。吴胖子手起刀落，又拿碗接住了甲鱼的血，让徒弟帮忙打下手，就用各种方法做成了几道菜，
整整做了5道菜。李中平几人已经止不住的流口水，几人一顿狼吞虎咽，连连称赞味道鲜美，抹着嘴巴仿佛意犹未尽。不料就在几天之后就出了事，老刘像往常一样去河里下网，不料被一条横跨江面的电线吊在水里，电死在了小船上。第二个出事的是李中平，骑电瓶车路过一座桥，迎面开过来一辆货车，车子一拐弯就把他挤到了桥墩上，被夹死了。一个吃什么吐什么，死的时候只剩30斤，另一个在酒局散了就一直没回家，最终在树丛里发现了尸体。而开饭店的吴胖子也生了一场大病，人却瘦了几十斤，反而变得精神。他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，只要是活物都不杀野生的。但是村里人每当说起这件事，都会把他们和那只千年王八联系到一起。在农村有个习俗，小孩死了之后不入坟，大一点的会随便找个地方埋了或烧了，小一点的甚至就直接扔到山上。我们那有座后山，就是专门丢孩子的地方，是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。平时拉帮结伙倒也不怕，偶尔会看到野狗把小孩刨出来，我们会慌忙逃跑。我那天值日就剩我自己，就有点晚，等我出了学校，天都擦黑了，还下起了雨，那个点已经没人跟我搭伴了，我只能一个人往家赶。刚到后山脚下，就觉得脚下一绊，被摔倒在地。等我爬起来看看脚底下也没有啥能绊倒的东西啊，我正纳闷，身后突然多了一个人，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，跟我搭起了话，问我怎么回家这么晚，并且陪着我一块往家走。就在闲聊中，他竟然认识我的姐姐，他陪着我走到村口就停了下来，还让我跟我姐说他的发卡在老虎口里。我看他不往前走，就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有一个大口子咧到耳角，我呀的一声就往家跑。等我推开门，一屁股瘫在地上，把我爸和我奶也吓够呛，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把我弄到了炕上。好半天我才缓过劲来，跟他们说我在山下遇到的那个小孩，可他们都想不起来我说的是谁。约莫有2、3个小时，我姐上晚自习也回来了，看见她我突然想起来，那个小孩跟我说了我姐的发卡。她寻思了一会，想到了一个同学，一个已经死掉的同学，也是我们村的，只是他死的时候我还小。几年前那个叫吴军的孩子为了逞能爬上了一棵高树，离地差不多有100多米，可树枝断了，他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当场就被摔死了，而且在掉落的过程中被枝条把脸划烂了。因为他死的时候也还小，就被埋在山上。姐姐也想起来，有一次他调皮抢走了姐姐的发卡，我爸拿着手电领我和我姐去了老虎口。老虎口就是一块大山石，形状特别像张着嘴的老虎，虎嘴有着很深的洞，爸把手伸了进去，经过一番摸索，还真找到了姐姐当年被吴军抢去的发卡。这是过去好多年了，我也一直没搞明白，他那天是想送我回家，还是想把发卡还给姐姐。李中平就是个大傻逼，趁着好友不在家，想着侵犯好友女儿，最终遭到反杀。警方接到报警，在居民楼有人死亡，死者叫李中平，而凶手竟然是一名12岁的小女孩，而且一直不说话。心理疏导员小艾被派过来了解情况，为了让女孩不再受到惊吓，小艾换上了便装。看到小秋胆怯的样子，很难和凶手联系在一起。通过引导小秋讲述一个极其诡异的故事。小秋父母经营着一家公司，他大部分都是自己玩。就在3岁，家里突然出现一个和他相似的小女孩，自称是小秋的姐姐，是专门陪伴她的。可当妈妈回来，小秋兴奋地把姐姐的事要告诉妈妈，但是姐姐却不让小秋讲，而且姐姐只有小秋自己能看到。直到小秋5年级的一次意外，让小秋知道姐姐的身份。小秋过马路时，正好冲过来一辆货车，眼看着就要撞上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小秋推了出去。小秋的身体悬浮在空中，明白是姐姐救了她，而姐姐一脸生气地责备她，姐姐则是暴露在阳光下受了伤。小秋明白姐姐是鬼，但她一点不介意，在小秋看来，姐姐是真的爱她的。而这次，李中平受到小秋爸爸的委托来取文件，看到家中只有12岁的小秋自己在家。小秋注意到姐姐看到李中平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起姐姐说过的话，鬼最怕恶人，李中平身上有着邪恶的气息。而李中平这时伸手抓住小秋，将她搂在怀里，控制后开始更大胆的侵犯。小秋被吓得流着泪，而姐姐也非常害怕李中平，一直在旁边大声喊叫。就在小秋被掀开衣服时，姐姐眼睛通红地朝着李中平冲了过去。之后小秋眼前一黑，等再次睁开眼，就看到李中平已经躺在血泊中，自己手握着一把沾血的尖刀。姐姐在旁边安慰着小秋不要怕，而她留在人间本不合规矩，这次又出了手，一定会有人来抓她的。为了保护小秋，要永远地离开她。小秋满是内疚和不舍，哭着讲述了一切。后来小艾从小秋母亲那里得知，小秋出生时曾是双胞胎，但是姐姐一生下来就夭折了。男人只因为满大街的贴寻子启事，就被几十个人围殴踹断腿，最后还被剪刀剪了舌头。男人贴寻人启事，可文明社会自然会有人来阻止。可丢孩子和违反规定是两回事。墙上的贴纸被撕了下来，可任他怎么哀求都无事于补。男人悲伤地捡起地上还算完整的寻人启事，逢人就问谁见过他的孩子，可路人都嫌弃地避开了，根本无人理他。直到一个冷漠的人撞了他一下，寻人启事撒了一地，每一张是一个孩子的模样，10几张孩子长得都不一样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孩子？
他看着地上年龄相貌都不同的孩子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孩子，是怎么弄丢的。这时远处气汹汹走过来一群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不由分说上来对着他拳打脚踢，出手毫不留情，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奄奄一息。那些人似乎还不解气，有人抬起脚，咔嚓一声踹断了他的腿，然后又是胳膊，最后又用剪刀剪了他的舌头，把他丢在路上。他开始像狗一样沿路乞讨，见人只能发出啊呀的声音。远处走过来一黑一白的2个年轻人，小黑嘴里说着同情的话，可表情都是嘲弄。眼前的人遭受的一切都是应得的，都是曾经给予他人的。小黑蹲下身去揪住了他的脑袋，让他自己去回忆一生。一瞬间，他想起自己生前的事，他是个人贩子，用偷抢拐骗的方法抓孩子，经他手的孩子有50-60个，那些孩子的父母用整个余生在寻找，而他只把那些孩子当成商品，值钱的卖掉，不值钱的弄伤或者弄残用来乞讨。他所受的一切，正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和那些被害的孩子所遭受过的。而这样的人，你觉得该入几层地狱？见过坑爹的，可这个男人杀人却让儿子顶罪，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顶包案。警方接到报警少年犯罪的案子，一名叫李中平的少年被指控杀了一个成年男性，可由于未满14岁，所以被带到青少年犯罪中心接受心理疏导。可经验丰富的小爱无论怎么沟通，李中平一直都是阴沉着脸，完全不与人沟通，被问及了就说自己有罪，说完又会低着头，再也不肯多说一句话。小爱沟通了2个月，等到了法院的审判，因为杀人事实清晰，就直接定罪。虽然未满14岁，不用坐牢，但是杀人的罪名要背着一辈子。小爱始终觉得李中平这种态度一定是有心结或者心理阴影的。后来李中平的父亲来接他，小爱才知道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。虽然少年不用坐牢，可还是被安排了强制心理疏导，直至评估不存在危害。小爱几次做心理疏导，李中平的父亲都一直在旁陪同，李中平依然低着头不与人交流，好几次连招呼都不打就起身回屋。而李中平父亲不停地道歉，小爱很敏感地感觉到李中平有些变化，好像在惧怕着什么。就在小爱下次又来到李中平家，发现李家的门是虚掩着的，小爱推开门，可屋里的一幕让她吓了一跳。1周没见，李中平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精神似乎受到刺激，一见到人就害怕地尖叫着，别过来，自己没杀你的话。虽然李中平阴沉，可从没有这种表现，特别是喊出的话让小爱奇怪。小爱尽量安抚着他，才让他紧绷的神经缓和了很多，可嘴里一直说那个死人一直来找他，自己没有杀他。听李中平的话，似乎被他杀的人一直纠缠着他，可李中平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。小爱正要问话，他突然害怕地闭上嘴，瑟瑟发抖地盯着门口。小爱注意到门口出现一个身影，让李中平很是恐惧。来人正是李中平的父亲，他一看小爱在，一改往常温文尔雅的形象，赶小爱出去，把李中平的精神状况都归咎在小爱身上，更警告小爱不许再来李家。但小爱从李中平的眼神中看出，他的问题除了心结外，还有一个十分惧怕的人存在。小爱一直想找借口接近李家，可每次都被拒之门外。在看到李中平已经是1年后，在李中平杀人1年后，死者忌日那天，李中平又一次行凶了，而这次要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。但好在李中平由于虚弱，并没有造成致命伤，而李中平的父亲也没有报警。小爱找到胡队长说了前因后果，两人来到李家，以调查李中平杀父，敲开了李家的门。而小爱趁空溜进了李中平的房间，再次见到李中平，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。李中平的精神已经崩溃，头发脏乱差，像个疯子蜷缩在墙角里，嘴里一直嘟囔着你去杀他，别来找我。抬头看到小爱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朝着小爱歇斯底里的大声尖叫，尖叫声把门外的父亲引了进来。李中平再次闭上了嘴，双手抱头躲在墙角。可就在这时，李中平父亲的手腕被胡队长抓住了，朝着他说：1年前杀人的是你吧？小爱有些不明白他说的话，可是胡队长一直盯着李中平父亲，看李中平父亲听到自己的话半天不吱声，胡队长就知道自己猜对了。李中平的父亲呆呆地看着自己儿子，一个潮气蓬勃的少年变成了精神崩溃的样子。他走到儿子的面前蹲了下来，失声痛哭，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。在1年前，李中平的父亲离婚后又欠了外债，案发当天债主不仅找上门威胁他，还说着穷成这样怪不得老婆跟别人跑的话。李中平的父亲再也忍受不了，趁人不备拿出一把尖刀，从后面伸向那人的脖子。在那人反应过来，已经被割了喉咙。可就这一幕，被放学的李中平撞见了。李中平慌乱的情绪传染了父亲，清醒过来意识自己不能去坐牢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让儿子顶包，自己儿子还未满14岁，不用负法律责任。在李中平一脸懵逼中，仔细的交代口供的细节，又把刀塞到李中平手里，就跑出了家门。李中平的父亲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李中平又承认自己杀了人，当时就结了案。最终李中平被折磨出了精神问题，终于水落石出。